大家好，我是历史哥李修。我们今天呢在哪里？我们今天在松山机场啊，这次要飞去遥远的天府之国四川哦，1800公里的行程，我们还不是直飞哈，所以这次呢会有2天的时间全部都在飞，这个挑战是很大哦。Let's go。哇，我是粉丝哎，我是你们的粉丝，看着今天的 YT 来的。今天要特别谢谢几个人接我，太棒了，真的没想到可以遇上你，太难了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期待着我们这次成都的行程。今天呢是来到金沙博物馆了，那我们很幸运遇到一个很棒的解说小杨姐姐啊。我觉得金沙博物馆很屌的地方是，它是整个古蜀文明的后期文明。后期文明的特质是这样，通常工艺更精细，但是它的物料方面它就会缩减。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实体的，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平常学习到的东西跟实体做对接的时候，那个是很有触动感。成飞公园的成都飞机公司，这个是我这次来成都呢特别问说可不可以来的，因为大家也知道成飞现在很多飞来飞去的东西，那飞来飞去很厉害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厉害。云影5000T， 这个现在有大家出来给人家看了，这歼20的模型，这是等比例模型吗？对 ，so big。那它这个压抑的布局是不是跟正式版有差异？1比1的，所以现在歼20这个布局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当时这个就是吹过风洞才拿出来的。这个是那个概念机吗？就最早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一个飞机，就大家刚开始对歼20是没有一个概念的，是。所以这个可以算一个真机，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真机。那跟现在歼20的布局是一模一样，一对一样的。OK。啊，再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压抑啊，也就这个小翅膀，太像以前的飞机呢，因为飞起来就像一只鸭子，鸭式布局就这样得名了。这一只是前个是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第3代表演机，前2天有再出现过。对，它是一个双座型的，叫歼10 SY， 专门拿来表演的。对，然后它是在歼10飞机的一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外观喷漆和拉烟器改装的表演机。现在歼10太夯了，本来是老牛夫人，现在变成细小甜甜。然后歼5甲呢，就是在歼5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研制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这个飞机机头前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大鼻头，这就是它的雷达。这个雷达的罩子，所以这个雷达也是自主研发的。对，哇，了不起。然后第2个红白色的这一款呢叫尖叫5，对，这就是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第1代表演机哦。同时啊，所以它同时是教练机。对，它是中国空军当时的高级歼机教练机。歼72呢，它是歼71的改进型，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这个座舱盖改为了向后开启，极大的提高了飞行员的弹射救生率。然后这一款飞机的机身两侧呢，我们都可以发现它有一个数字1577。这个代表了中航工业成飞一共生产了1577架歼7系列的战斗机。哦，哇，这一台就有名了。对，枭龙2这个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研制的一款轻型战斗机。很响。然后在它后方还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旗啊，展现了2国深厚的友谊。哦，是。这个呢是由中航工业成飞自主研制的天翅3无人机，它是我国第1款高空高速长航时的无人机系统。我们现在看到这款无人机呢，它整个的翼展全长有18米。哇，这都是真的。对，真的。历史和理想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铁象泗水街，然后我一直听这个名称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铁象泗水街，它是铁象泗的水街，它把德给省了。水呢，就是它这个就是水哦。我们刚才进去逛了一轮，非常的好。它这边算是成都的新开发区哦，但是那个 chill 的感觉，那个 easy 的感觉还是依然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很悠闲啊。就今天真的算是稍微学习了一下成都人的一个悠闲的感觉。那我们刚才路过了一个喝茶的地方。今天周一啊，满都是人啊，就只剩几个空位。听说周六是更火爆，所以这是专属于成都人这种悠闲跟浪漫吧。但是我说实在的，成都的天气跟整个感觉真的很舒服。刚好他们这边有这个台湾人住在成都的，他说这里叫做台北的建设、台东的绿化、高雄的物价、台南的步调。我觉得这讲得非常的好，今天真的充分感受到这里。真的很辣，我脸都辣红了。我吃看看。就说这就叫辣呀！你看看哪些？我不来。
还好。中国第一窖浓香型白酒起源地，据说是中国大陆最老酒窖就在这边。闻都会醉耶。哦，哇，哎，这真是冷知识哎。重庆谈判喝的是泸州老窖。真是。哎呀，所以说我们董事长到台湾去，台湾朋友都只知道泸州老窖，不知道其他酒吧。因为老蒋就喝过啊。对啊，老蒋都在。哇塞，真的。哇塞，不辣吗？不会。你会划拳吗？不会。教一下。15、20、15、15、25、15、25。哎，输了。哦，这水是蛮湍急的呢。元代的时候，泸州有一场战役，对，叫那个就是他们元代的人是打到了泸州的，泸州是铁打的泸州，就他当时这个打不下，到了南宋灭亡都没有打，还没有落线，对，后来是谈判，就说你开城我不屠你城，你投降吧，最后是这样。那因为那个蒙哥汗呢，他过世之后，他就等于在这边战死了嘛，然后过世之后呢，他的弟弟就是后来的忽必烈元世祖，对，就回去开忽理台大会，跟他另外一个弟弟阿里不哥两个抢位置嘛。后来阿里不哥被打败了，他回来，那他就没有追究这个四川这边的居民把他哥哥打死的，因为他哥哥没死，他做不了皇帝啊，他做不了大汗啊，所以呢，就有点这个典故在。李庄，对，是抗战时期接纳多所高级研究院校的地方，而且这里有很多名人曾经在这边驻扎过，包括像傅斯年先生啊、梁思明、林徽因夫妻啊，哇，这个是很有名的哦。傅斯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，那时候是老蒋在当政的时候，台大跟台师大当时发生了一个4·6事件，宪兵要继续里面抓学生，然后傅斯年校长就站在校门口说：“你要抓学生，从我势力上走过去。”就没人敢进去。但是师大我们自己文校的校长顶不住，就进去抓，那几个学生不见了，然后台大的学生就被他保全。这个线过去是全部哎，我的天哪，太厉害了！打二人阵。看一下，所以他还住这吗？有人住。晚上我们出来看夜景，然后刚好遇到无人机表演哦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无人机表演，从来没看过，所以看到无人机就非常非常期待啊！哇，超美的，也有女王头，哇，这台湾的景点，101，太哇塞！先换衣服，直播换衣服，没人要看，刺激哦！这个又太热了，是我们不看的吗？啊？这是我们不看的吗？哎，解锁啊！这个茶名模组，这可能更适合放那个 OnlyFans 哦。现在那边最赚，好不好？全世界最赚的网黄就在 OnlyFans。出现在一丁，哇，哪吒行宫。您看这个黑悟空里面有一只这个，对，赤足龙神，大家那个升起来，然后这个扎进你要跳在石头上。所以说这些动画片，包括我们这些，都是非常写实的哈。一口分，基本上来大陆，我什么都觉得好吃。大家好，我历史和李修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剑川博物馆了。那这地方台湾人可能比较不知道，但是在大陆非常非常的闻名，因为建立这个博物馆的人呢，他呢就叫剑川，敢用自己的名字当博物馆，那个博物馆肯定牛逼的，肯定屌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门口就摆了一台啊，这个尖叫舞啊，不是叫你尖叫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很有战斗意识，因为这是一个对日抗战的博物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好好逛一下。哇，为国家级旅游景区，据说很大，逛3天逛不完的大。战场上还有一句话，这是咱们川军王刘湘将军的豪言壮语：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，川军一日誓不还乡。川军
国民党叫黄金10年啊。那他们当时国民政府统治的时候，其实四川一直是名义上归顺，大概有4股势力。然后刘湘呢，跟他同堂的远房的叔叔，但是年纪比较小，年纪比较小的叔叔，但他们是同一堂的。对，都姓对，2个势力最大的刘姓叔侄就常常在互相在摩擦，但是后来就一起都在抗日，尤其是刘湘非常爱国。川军抗战文物陈列馆，4天的藤县保卫战，5000多名川军战士，那几乎就是全军覆没。3名指挥官王明章、邹绍梦、赵卫兵，就是师长、参谋长都牺牲了。这个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。是的，因为1战打的时候，毒气被发明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当时在西线战场上叫西线无战事嘛，因为两边打壕沟战打不过，英国人发明坦克，德国人发明毒气，后来当然法国人大家也都用毒气，两边毒来毒去。太残忍，因为他毒了他不会死，对，通常毒了就是变这样，丧失战斗力，然后永久残疾，太残酷了，比你一枪把他崩了都还残酷。所以呢，就国际日内瓦公约就规定不准使用毒气，就是不准使用化学武器。所以为什么到现在都使用化武是人类的禁忌啊？可是当时日军打不过，打不快，非常恶劣。所以后来发现，其实大部分的日侨都赶回去。在台湾真的留下来的这个日侨就是白团，就是军事顾问。那其他的几乎都是遣送，是这样。所以就是这些人还是全部被遣送回去了的。那我们已经逛完了剑川博物馆的一小部分啊，里面的实体展品非常多，而且它会把它收得很完整，会把它具象化，这样在对接上文献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有感觉啊。我们刚才就这样看，什么叫人无分南北，地无分老幼，哇！你就看到年轻人上战场，老人、妇女负责生产，小孩子负责修路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历史它是一个传承延续的，人是历史文化传承延续的载体。今天在剑川博物馆，我们完全见识到，在课本上好多的文字，在书籍上很多文字，它真实的面貌，它不是虚言，它是真正存在的。那尤其在抗战这个历史当中呢，真的是深刻体会了什么叫做民族的脊梁的概念，什么叫做钢铁的意志的概念，看了真的很想流眼泪，很了不起，所以想推荐大家来剑川好好逛一逛。整趟行程很快，已经到了尾声哦。老实讲啊，灵魂还依然在成都跟四川的大盆地当中就游荡。在西南这边，真的深刻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府之国，很开心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整个人事时地物的这个风尚，跟我们之前主要跑沿海城市是很大的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我很快就会再出现在成都，很快出现在四川，既利当即天下利。那希望未来呢，能够在两岸的这个交流，然后深度，然后透过民间的力量，够更多的深化。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支持我，谢谢大家这一趟真的受到大家莫大的招待。那很快我们会再见面，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更多的地方，就像我说的，来看更大、更广阔的世界。